你有没有发现到菜市场，原来低眉顺眼的小白菜都已经高高的昂起了头颅，耀武扬威的站在我们面前，更不要说算你狠逗你玩，还有高不可攀的房价。作为普通人呢，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手里的钱不停的贬值吗？今天的视频呢，我将分享沃伦·巴菲特到底是怎样在通货膨胀中赚钱的。相信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会进一步了解有哪些投资选择可以帮助你抵抗通货膨胀的侵蚀，拯救我们的钱袋子。第一项选择，货币资产。货币资产这项投资啊，可以说是投资金字塔中最差的一项。通货膨胀意味着货币的贬值。你能够想象你成捆的货币藏在保险柜里的时候，通货膨胀正在蚕食掉它原本的价值，甚至慢慢成为一堆废纸吗？美国亿万富翁雷达里欧就曾说过 Cash is trash， 表达了他对现金的厌恶。因此啊，当通货膨胀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将货币作为投资选项。接着我们来到第二项投资选择，非生产性资产。非生产性资产呢，其实就是那个永远不会生产出任何东西的资产。那投资者为什么要买入呢？还不是指望其他投资者啊可以支付更高的价格从他手里买走。非生产性资产投资中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荷兰的郁金香泡沫事件。另一个重要的非生产性资产啊就是黄金了。在很多人眼中，黄金有抵御通胀的冲击、保值增值的妙处。但是巴菲特就这么说了，不管你把黄金擦得有多么亮眼，他都不会去帮你获得更多的黄金。投资者持有1克的黄金，不管你持有多少年，最终的结果还是只有1克黄金，因为它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被动的资产。更何况黄金并不是你眼中的稳定器，在黄金投资市场历史上有很多大起大落的案例。当黄金被不断的炒高，就会蕴藏不可忽视的风险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灵魂发问，你想自己的资产不会通货膨胀侵蚀吗？那我们就应该购买一些生产性的资产。巴菲特说过，大多数人的钱啊，在通货膨胀期间都过得不踏实，因为即使部分生意人在通货膨胀期间赚取了更多的收入，但是他们还是不得不把这些赚来的钱流转到经营中。更糟糕的是啊，这笔多投出的钱都不知道啥时候收得回来呢。我这里举一个夸张例子，小明每年呢都会在学校卖零食，他投资了1000元的成本，如果他的利润率是 10%， 在卖了1年零食之后，他的口袋里啊会有1100元。他决定呢在下一年再用1000元购进零食售卖。现在通货膨胀来了，假设通胀率是 10%， 我们再来看小明的生意会怎么样呢？因为货币贬值啊，他原本打算的1000元覆盖不了成本，他需要将净赚的100元也投入到经营中。就这样苦心经营了1年，他虽然赚了一些钱，但由于通胀啊，他又必须投入所有的销售额来维持经营的现状。如此周而复始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生意圈怎么总也到不了头？他好像一直没办法从中赚取更多的收益，甚至还要冒着赔本的风险。像小明这样的案例啊，不胜枚举。很多人呢以为自己生意变好了，销售额越来越多了，就继续扩张生产，多招人，多开店。但是你发现了没？扩张的前提是需要承受更高的工资成本、房租成本。所以啦，在通货膨胀时期，我们需要尽量避免以下几种企业。接下来我们来到金字塔的第4层，良性的生产性资产。这里呢，我举一个与零食铺老板小明啊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。小明的朋友呢，小芳是一个原创作曲家，他花费了1000元购买了音乐设备，创作了一些原创音乐，发布在音乐网站上。在此之后呢，他每年会从音乐网站中获得100元的版税费用。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，小明和小芳的收益呢是差不多的。然后现在啊，通货膨胀来了，虽然通胀率呢涨到了 10%， 小芳几乎不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本就可以继续经营下去。第2年，由于通胀，他将获得110元的收益。第3年，他的版税收益呢是121元。关键是啊，这些收益啊都不需要他再投入更多的成本，
它可以用营收的钱创作更多的歌曲，获取更多被动收入。你看，与上面的惰性生产性资产相比，良性的生产性资产，只要你投入较低的成本，却有更高的定价能力，并帮助你获得更多收益。通胀的背景下，在投资时，我们该如何衡量上述的几个特征呢？拥有强大的品牌和巨大的经济规模的公司，大多具有低资本要求和高资产回报的特点，比如可口可乐和多数互联网公司。拥有主导定价的能力，你可以使用波特五力分析模型来具体分析。总之如果一家公司不需要高成本投入，并且在通胀时期还能保持真正的价格灵活性，那么它应该是不错的投资选择。现在我们登上金字塔顶端，第5种投资选择，投资你自己。2022年，在波克夏股东会所有人对着巴菲特提问道：现在通胀如此严重，我们要投资什么股票呢？巴菲特说，对抗通货膨胀的解决方法就是投资自己。通胀呢，有可能让你买的东西变少，却带不走你的技能，因为你的厨艺、营销、法律等知识不会因为通胀而减少。没错，应对通胀最好的选择就是投资你自己，使自己对其他人有价值，然后你就会有权利为自己的能力定价，即使通胀来临，你也不需要在意货币的贬值。现在让我们对上述5种投资进行简单的回顾。在通胀时期呢，任何以货币计价的资产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。你不要过多的指望投资黄金等非生产性资产。还有呢，在对能够产生更多收益的企业投资之前，你需要调查清楚它的经营状况，请选择拥有定价权而不需要大量资本投资的企业。当然啦，对通货膨胀最好的防御是你自己。当你为社会赋予更多价值时，你也将获得更多命运的馈赠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亲爱的小伙伴，愿你的选择不辜负你的努力。我们下期见。